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，今天接着更新《王者祭典》第5话。精灵大会开幕式之后，小智带着喷火龙、皮卡丘来到10英高原的神奇宝贝联盟正门的柱子上，向远处眺望，整个10英高原尽收眼底，甚至还能看到关东地区的美景。小智想起来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艰辛历程，从最初接触皮卡丘到后来的小火龙，然后自己离开这一阵开始大冒险。男孩子就要闯荡出去，外面的世界多姿多彩，充满了未知和新奇。从城市到草原再到森林，小智见到很多神奇宝贝，他收集这些神奇宝贝，与他们成为朋友，带着他们一起旅行，一起冒险，一起参加大会比赛，向精灵联盟一步步迈进。我的意志就是神奇宝贝的意志，坚定而又顽强。即便是经历过很多次失败，只要不放弃不退缩，找到合适的办法，最终也尝到过胜利的喜悦。生命就像是一场磨练，冒险也是成长，这个过程漫长，但是也充满了很多有趣的事情，惊喜的事情，不可思议的事情，甚至生命的意义都在这旅途慢慢的经历和体会。我们现在就在这旅途的最终点10英高原冠军之路。主赛场旁边第2场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，大叶对战科拉。大叶已经占据了下风，几乎被逼入了绝境，科拉即使用一只刺甲贝就连胜了大叶的2只精灵，现在大叶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。大叶最后的一只精灵选择烈焰马，克拉也换回了刺甲贝，选择对应烈焰马的拉普拉斯。克拉是4天王中的冰使者，擅长使用冰系精灵，大叶换出烈焰马本来就是为了对付克拉的冰系的。烈焰马对冰系精灵是绰绰有余的，但是没想到克拉居然使用了冰系和水系混合的拉普拉斯，战斗变得棘手起来了。不过大叶似乎意气风发，毫不退缩，小心战斗可不是他的风格，他可是以狂野而著称的训练师。大叶的烈焰马率先发了攻击，他撒开4只火焰马蹄，向着拉普拉斯冲了上去。拉普拉斯反应迅速，立刻使用水拳来攻击。烈焰马的脚力十分了得，反应也很敏捷，直接就跳到拉普拉斯后面，趁现在使用火焰车。大叶大喊一声，在关注形象电刺发现其中的端倪，大叫一声：“大叶上当了！”没想到拉普拉斯背对着烈焰马释放了大招冰雪结界，绝对零度。拉普拉斯身子下面的土地瞬间冻结，在烈焰马的马蹄落地的瞬间被这种冰雪结界波及，瞬间被冰封。烈焰马好像冰雕一样矗立在那里，一击必杀，仅一瞬间就将火焰鬃毛的烈焰马秒杀，将他体力降至0，多么可怕的战斗力！烈焰马无法战斗，克拉和他拉普拉斯获胜。小智看得目瞪口呆，这就是高级别训练师的战斗啊！那个人就是4天王的克拉，小霞的偶像，多么强悍可怕的实力啊！电刺在场外等着大叶，大叶低着头走入场地，电刺拍了拍他肩膀。小霞可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看克拉的战斗，崇拜而又向往。克拉回过头，正要与小霞四目相对，那目光好像是在说：“我等着你。”下场比赛就到了小霞和小智的宿命对决了，而获胜一方将和克拉战斗。小智想起来，曾经2人从相遇到相识到成了好朋友，一路走过来的点点滴滴，现如今2人就要在赛场上兵刃相向了。小智和小霞擦肩而过，第一次2人互相没有打招呼。小智的心里是一定要赢下这场比赛的，这样他才能有机会和小绿对决，才能有机会到达自己的目标，成为精灵联盟的胜者。而小霞呢，他只有赢得小智才能完成自己的目标，和克拉对决。小智很明显感觉到小霞身上散发出来的逼人气势，看来小霞真的要认真起来了。2人都有不得不赢的理由，那么胜利女神会偏向哪一边呢？那个难道是曲奇饼干？在主会场的看台上，小南找到小绿，小绿调侃着说：“你是闻着味道过来吧？真不愧是个吃货，像卡比兽一样，以后就叫你小南兽吧。”小南羞得脸颊通红，反驳道：“我才没有那么胖呢。”小智和小霞比赛是受到很多人的高度关注的，观众人很多。小南以为小智很受瞩目，但是小绿则觉得受瞩目更多的是小霞。小霞作为关东地区最年轻的训练师，红联赛的准优胜者，知名度相当的高。在小绿眼中，小智只不过是误打误撞从预选赛中走出来，进入了正式比赛而已。小南问：“你真的认为小智是误打误撞进入正式比赛的吗？”小绿不屑说：“要不然呢？我倒是很期待那个家伙严刑逼路的失败样子。”在公众的眼中，小智作为训练师还只有1年，是一个刚刚起步的新人而已，能进入联盟赛属实备受争议。而小霞呢，是现任的道馆训练师，水系专家，人称活泼的美人鱼，他能够战胜小智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。就连4天王这边也目不转睛的期待着小智和小霞比赛。龙使者度的心里是比较看好小智的，而冰使者克拉则站在小霞这边。小智和小霞分进入比赛场地，
这次二人比赛场地是沙漠地形，小智和小霞都十分紧张，脑袋都要空白了。一直向往的神奇宝贝联盟的初赛，如果失败了，就会止步于此了，梦想也就在这里断了。比赛开始了，第一局小智使用的还是他最常用的皮卡丘，似乎不管是什么战斗场地，不管对手是什么元素经验，小智永远一成不变的派着皮卡丘打头阵。这一点小霞很了解小智。那么小霞第一个技能是，从小霞精灵球里跳出来的是看上去呆呆傻傻、毫无干劲，好像泥巴的奇妙物种。小智连见都没有见过，他皮卡丘都是一脸懵逼。小霞自信地说道：“交给你的，爪王。”爪王？爪王是什么？小智满脑袋问号。不过既然是小霞的技能，那应该就是水系的吧？用电攻击准没错。小霞看小智一直愣在那里，率先发动攻击。爪王先是使用水之波动攻击皮卡丘，小智命令皮卡丘使用10万伏特，顺着对方喷射过来的水，直接电晕他吧。但结果让小智惊呆了，爪王居然毫发无伤，10万伏特对他一点用都没有。爪王站在原地，狠狠地抓着头。观众席上发出嘘声。在旁人来看，小智真的是傻得可爱，居然连精灵的种类都不知道，很多精灵他根本就没听过，更别说了解了。这样下去要怎么赢？小霞说要决定胜负了，爪王。只见爪王从地面一跃而起，发动地震攻击，狠狠地砸向沙漠地面，顿时沙地上卷起千层沙浪，直接将皮卡丘震飞。电系皮卡丘遇到地震伤害，效果是非常明显的。看皮卡丘凶多吉少了。小霞说第一回合这种气势里一定会先派出王牌皮卡丘。安妮对关东以外的神小贝都不了解，也不知道，无知又幼稚。宝可梦联盟可不是仅靠气势就能取得胜利的，爪王可是水系和地面系宝梦，电系攻击是没用的。小智被怼得无言以对，但是又不甘心被人教训，心里不服不忿，只好发出无能的怒吼。皮卡丘顽强站了起来，刚刚爪王使用地震时，皮卡丘跳了起来，并没有被冲击波直接击中。这次皮卡丘使用电光石火冲向爪王，跳到爪王身前时，皮卡丘一发了钢铁尾巴攻击，正面击中爪王。别看爪王憨憨的样子，动作也相当迅速，在皮卡丘钢铁尾巴击中他的瞬间，他就使用冷冻拳将皮卡丘牢牢地冰封在自己的手中。皮卡丘挣脱不来，小智大吼着让皮卡丘使用高速移动，可皮卡丘依然无法挣脱。小霞可没有手下留情，他命令爪王使用水之波动，这么近距离的水波攻击直接命中皮卡丘，皮卡丘瞬间倒地，失去作战能力。第一回合小霞胜出，看来是小智太过轻敌了，在没有了解对手底细之前，小智太过盲目的高估了自己的实力，最后失败也是情理之中了。小霞向小智发出最后的胜利宣言：“我就让你看看道馆训练师的厉害。”那么接下来比赛中，小智又会使用哪个技能来对付小霞呢？他最终能否打败小霞？咱们下期见。